人少。对，主要也是人少，一般的人都走了，岁数大的都走了，嫌这边冷。对，你说冰箱都没往外头了，我晚上都零下3多度。我来到了中国最北的城市黑龙江省的漠河市，这里跟俄罗斯接壤，然后这也是中国最冷的地方之一，冬天的时候最冷能达到零下53摄氏度啊。东北快2个月了，走过了挺多地方的，但是黑河是我待的最久的一个地方，待了有10天左右。因为前几天的话下雪嘛，然后路滑，班车也取消了，后来买的飞机票也取消了。今天终于开通了哈，所以我就要前往我的下一站，中国最北的大城市漠河市了。现在来到了黑河爱辉机场啊，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黑河机场啊。人特别少，大部分人来黑河市呢都是坐火车或者是班车的，所以这个黑河机场的话，应该来过的人不多。早上9点多到这里的，现在都下午3点多了，因为来早了。现在这一个机场啊比较小，它只有3个值机口，1个登机口。在门口进来呢，有一个就是荷枪实弹的，那里一个武警执勤的岗位啊。现在要登机了，只有一台飞机在前面啊，这个停机坪啊。你看现在都3点左右啊，这个太阳已经快日落西山了，准备飞往中国最北的城市漠河市。大家好，我是正在探索中国东北边境线的阿树。黑龙江省的黑河市是一座有意思、有历史底蕴、有异域风情的中俄边境城市。我在这里拍摄了5集影片，如果你对边境城市感兴趣，阿树拍的这5集黑河影片或许是你想看的。空位次特别多。黑河市与漠河市的直线距离约为350公里。黑河市是中国最北的中俄边境城市，它位于小兴安岭最北边，大兴安岭最南边，而大兴安岭下辖的漠河市是中国最北的城市，它位于大兴安岭腹地，方圆几百公里，是广袤的林区，它的边境线长达240多公里，面积18400多平方公里，大约是台湾岛的1半大。漠河市面积虽大，但地广人稀。资料显示，漠河市的人口只有5万多人。当地人告诉我，这5万多人其实是户籍登记人口，实际常住人口远不到5万。马上起飞，飞起来啦！再见了黑河。说起这些话的时候，有一种离别的伤感。毕竟我在这里待了10天了，可以说已经熟悉了这里的一花一草。看啊，那只黑河的一个城区面积大小。再见黑河。咱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地形还挺有特点啊，它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小丘陵啊，然后它在那个低处的话有很多白雪，这个晚霞跟云海特别漂亮。到了漠河机场了，外面一行字：身在最北方，心向党中央。你看一下，刚出来，北纬53度，冷饮吧。现在是下午的5点钟啊，大概飞了1个小时吧，就从黑河飞到了漠河啊。来到漠河呢，你都不用查这个卫星地图，你就很显然能知道这里的纬度，因为这里的冰淇淋是
北纬53度冰淇淋，这里的冷饮吧是北纬53度冷饮吧，这里是我国最北的一个城市。现在的温度是零下12度啊，体感温度是零下19度，明天早上将达到惊人的零下31度啊。这里距离漠河城区有9公里啊，咱们看一下打车要多少钱。这里没有公交车，只有出租车。中国最北的城市，我来了。听司机说啊，这里的话下午3点多就天黑了，比黑河还早一点。到了夜里啊，这个城区的一些楼房大多是亮着灯光的，可以说是灯火通明的一个地方。我就说踩在上面怎么这么滑，原来下面全是冰哎，就是它一层雪上面埋的都是冰块。看一下在漠河这个小房间，就这么大，2张床，没有独立卫生间的，一个窗户，一个桌子就没了。这房间40块钱啊！啊，这有个风扇，是不是说明漠河夏天也是有点热的？今晚的月亮又大又圆又亮，像假的一样。咱们看一下，这雪都积得挺厚了哈。我身后这一栋颇有点古希腊艺术风格的建筑是漠河市的人民政府啊。地上到处是积雪，出门的人比较少啊，本地人都猫冬了吧？哦，吃个晚餐吧。哦，我看这些，餐厅啊都没什么人哦，太冷了。我现在就是想哪家人多我去哪家，但是我这么走了一路，我发现每家里面最多就1名顾客。现在是正式饭点的时候呢。这是特色排骨饭啊，这几块那个排骨啊，然后这份24块钱，大口吃肉，还是热乎的，这个是那个酸白菜。到了夜晚的漠河啊，街头的话就格外的冷清啊。一个人走在这里的话，略感有一点点孤独啊。我在漠河的街头走了10几20分钟了，因为太冷了，就是这的人都不太出门，偶尔呢能看到1、2个行人，大部分呢会是一些车辆路过。然后呢，我就发现了这么一个石碑啊，中国极寒之都啊。刚才那个车打滑了，这里刹车是不太好刹的，相当的空空旷旷，相当萧条啊。你看这个是长雪车啊，它这个马不停蹄的作业。这一座舞厅啊，乃至整个漠河市因为一首歌带火了。每串5元，每串5元。漠河舞厅啊，原来只是一个这个本地的居民啊，可能就是叔叔阿姨们晚上下班了会去跳舞的一个地方。后来有一名歌手呢来到漠河嘛，他就看到一个老人在里面形单影只的在读卜嘛，后来就是跟他一交谈下来，就了解到那个老人的故事。老人呢，他的伴侣在这个5、6大火中去世了，然后呢他就来到他伴侣经常来跳舞的漠河舞厅那里，就是缅怀这个过世的妻子嘛。所以呢，那个歌手被这个故事打动了，回去写了一首歌。这首歌呢，就可以说是一炮而红嘛，因为它讲述了一个很凄美的，但是很动人的爱情故事嘛。不仅是漠河舞厅那个地方火了，整座漠河这个城市都一下子就是被更多人知道了。这一个可能原先默默无闻的边陲小城啊，然后呢，现在游客来到这里，首先要想到去
漠河舞厅打卡啊，在夜里作业的这种铲雪车啊，然后铲好了以后就搬到这个大货车上。这有一个中俄国际商贸城啊，在黑龙江啊，这边有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这个桦树皮画。到了夜里啊，就基本上这个游客的活动中心就是漠河舞厅啊。漠河在汉晋时期属于鲜卑人的活动范围，隋唐时期属市尾部落的活动区域。这些民族主要以游牧和狩猎为生，活动范围广泛，缺乏定居的一个明确记录。有资料记录到漠河有人居住，是直到19世纪60年代开始。前面黑河的影片我们聊到，即1683年，清朝在爱辉城设立黑龙江副都统，管辖包括黑河市、漠河市等地区。那漠河市最早是因何而起呢？1887年，清政府开办漠河金矿，金矿兴起，一时山谷繁荣，并成为边防重镇。这地面都是冰啊，很滑的冰。对面有一家铁锅炖啊，铁锅炖，东北特色美食。我就说这个镜头全是水，因为我刚从很冷的室外这个来到了暖和的室内，这个镜头上全是小水珠啊。安徽板面，一个豆泡跟一个卤蛋，干辣椒。现在是晚上的11点15分啊，这里房间里太热了，就是很干燥。所以呢，我要出来买一点水，就是室外的话零下20度，室内的话这个20度以上，就是温差有40多度啊。因为明天要起个大早，去中国最北的乡村啊，它就在黑龙江边上，对面就是俄罗斯，它是中国最冷的乡村之一啊。冬天的时候最冷能达到零下50多度，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明天的话那里零下30度左右。然后这一集的话我会放在下集跟大家分享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终于找到了一个便利店了，这外面可太冷了，这室内多舒服啊！啊，矿泉水。哎，老板，像您这边最冷能达到多少度啊？我是过来了游的。53。最冷能达到零下53度。对。哇天！现在31度吧？现在是零下20-30度。我记得今天晚上是零下31度啊。娃哈哈八宝粥4块钱，哪一个？这个加量的红烧牛肉面6块钱，这个蜂蜜牛奶味薯条8块钱。这个多少钱？15啊。我记得在去年啊，漠河的这个冬天最低的气温零下53度，都上了新闻了。属于是漠河1969年以来能够监测到的最低的一个温度啊。这就是晚上11点半的一个漠河街道啊，可以说是毫无人烟啊，挺意外的啊。这里虽然是中国最北的一个地方，按理说这个物流不算很方便，但是它这个水是平价的，它这个八宝粥也是平价的，水3块，八宝粥4块，我刚才都差点滑了一下。时间来到了在漠河的第3天，因为第2天我去了中国最北的乡村，位于漠河以北约100多公里的北红村。北红村的影片我将于下集分享。中国最北的乡村这集影片是我整个东北旅行里面最难忘的一集影片，不仅是因为那里是我在中国去过最远的地方，也因为它给我留下了最冷的回忆。在漠河的第3天早上起来，发现外面是一个白雪茫茫的世界，宛如童话世界，十分的漂亮。于是我开始走街串巷，探索这座城市的人文生活方式。转化，卖纯野生鲫鱼，5块钱一斤。现在汤圆都是放在露天里卖的。漠河雪糕。对，你说冰箱都没往外头了，我晚上都零下30多度。啊，昨晚。我这是天然大冰箱。对。挺好啊，这冰箱费都省了。这最冷的时候，这里哪40-50度呢？你现在这冻梨都是不用放冰箱里面的啊。另外呢，这边也流行说一句话，就是说软柿子呢也有变硬的一天啊。你看这个，也硬邦邦的这种。一个大哥在这滑了一跤。
我现在来到了漠河市，算是比较多这个居民来买菜的一个集贸市场啊。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边为了御寒保暖啊，它的门都是有几层的，咱们看一下。这是第一层，进去以后，然后呢，这是第二层啊，这个是用那种为了防止里面的热气流失啊。第二层，你看，这还有一层，第三层，就是冬天的话呢，有了这3层门的一个保护啊，里面的温度呢暖和不少，又加上有地热，所以里面的温度现在我感觉是有20多度的，特别舒服。刚才那位大姐她跟我说，你来的是时候了，她说如果你早几天来的话，那可冷了，都零下35度了，因为今天气温回升了一点嘛。她就说，就是漠河最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是每年的12月底1月初，那时候的话，那个气温40度，零下40度以下的话是比较常见的，甚至能达到零下50度。极寒的天气下呢，你在街上都看不太清晰对面来的人，因为都哈着白气，他们的话叫哈白气。这个市场啊，感觉是卖什么都有，卖鱼的，卖各种牛羊猪肉的。那个刚打上来的，那里边那个鲶鱼是当地大河的。卖各种米面粮油、猪肉。嘿，你好，现在猪肉卖多少钱一斤啊？15哈。对。排骨呢？排骨20。嗯。你们看哪个？广西的。咱们这边物价还可以哈。可以的。嗯。不算低也不算高，跟你们那边比起也没差多少。就是说这边就是冷。就是冷。对。嗯。其实就是温差差。你们家那边没有雪吧？我们从小到大就没见过雪。你来这里生活多久了？在漠河？20多年。没想开。就上这边来，太冷了。后悔了是吗？对呀，太冷了。您是哪里过来的？我们家是海伦，夏天前因为穿裙子没穿过几次裙子。就夏天都没法穿裙子。对，因为我们早上来了早，完等中午热了以后出去的，下班晚上回家了也凉了。对，早晚温差太大，中午太热，完早上还凉，早上来了穿的厚，中午啊你要出去上外头穿的还热。嗯。我感觉咱们这个房间内跟房间外温度差了有40-50度呢。对，我们这屋里头保暖好。在咱们漠河这边，除了冷以外，还有什么生活不方便的吗？剩下也没有别的生活不方便，唯一就是冷，但是人少。人少。对，主要也是人少，一般的人都走了，退休的都往南走了，都不走了，岁数大的都走了，嫌这边冷。那你以后退休了，是不是也想往南方这个？对呀，等我儿子完事以后，我们也要走，不搁这边，反正我们这哪儿的都有，上哪儿的都有，像我们大连了、青岛了，哪儿的都有。那有的人冬天走了，夏天5月份就回来了。您这个是孜然粉吗？对，灌干肠。哦，然后味精、盐巴。对，啥都搁。嗯。这是干肠料，不是，这是腐乳。腐乳啊。你们那边不也有灌的吗？我们也灌。刚才了解了一下，漠河这个城市的人口流失呢，跟很多东北的城市是相似的。比如说像鹤岗，因为对采矿的需求降低了，然后很多这个采矿的工人也离开了这个鹤岗。你像伊春呢，是因为林木不给采伐了，国家保护原始森林，所以很多这个伐木工人呢也离开了伊春。你像漠河呢，以前呢是既采林木，以及呢也采这个金子嘛，这里有金矿。因为现在不给采了以后呢，很多人就是不好找工作，也离开了漠河嘛，所以生意也不好做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土豆干，跟排骨，跟手劲儿，跟大鹅。虽然漠河属于是中国最北的一个城市，但是这里的一些生鲜蔬果可以说是全国供应的，应有尽有啊。这我老家广西那边的一个金桔啊，都能在这个漠河能买到，这个特别好吃的。你看还能买到这个杨桃啊，你像这种脆蜜橘是最好吃的，它这里应该是卖到40几块钱一斤啊。这一家超市就是漠河，我看比较多本地人来的一家超市。早上的时候，鸡心果、龙凤果、秋月梨、油梨，这边的话就是砂糖橘10元一斤啊。咱们看一下，这个柿子5块钱一斤，黄瓜4块钱一斤，油豆角6块钱一斤啊，茄子2块5一斤，这个小葱7块8一斤啊，
这个板葱是3.8块一斤。像漠河这边，因为它是林区嘛，然后它的这种各式各样的蘑菇很多见，15块钱一根的猪皮冻啊。可以吃个薄片，我跟你说，你愿意给咱点蘸酱了啊。离开这个超市后，我来到了漠河市中心一片特别的森林里。这个叫雪狐是吗？北极狐、雪狐，对，欢迎来漠河啊！5个月，一头几百块钱，不到1000。特别可爱，南方没看到过这个。它只有在极寒的天气里才能长这么厚的绒毛。哦，雪白的绒毛哈。后面是松苑公园，在87年5·6大火，这片公园没有被烧毁，被誉为福地。被保留下来的原始森林，里面最大的树龄达到200年。您对当年那个火灾有印象吗？有印象，当年我9岁。如果我们从卫星地图看哈，身后这一片森林呢是漠河的城区里面唯一一片这个绿色的地方啊。咱们进去看一下，这棵小小的，它的树龄有80年了，上面的牌子写着它是这个叫漠河原始森林里面的兴安落叶松。哇，这一片森林的话，每棵松树都是有身份证的哈。你看这棵树树龄96年啊，它就这么大。因为漠河它是属于极寒地带，它的一个树木的生长周期1年里面只有3个月时间，所以呢生长的极其缓慢啊。所以咱们能看到这里的树很高，但是呢它的树干很细。你比如说像这些。大兴安岭5·6森林大火是以1987年5月6日到6月2日，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发生的一场火灾，它使中国境内约730万公顷的面积受到不同程度的火灾损害，还波及苏联境内的490万公顷的森林，是1949年以来国内最严重的一场特大森林火灾。如果你来到漠河旅游，你会在和当地居民的聊天中得知，这场大火是这座城市最醒目的伤疤。咱们到前面的火灾纪念馆去了解一下这一场特大火灾吧。今天是我来漠河的第3天啊，我早上起床感觉好像没有昨天冷了，所以我穿的衣服比较少。今天是零下16度，但是呢，我还是带了一件羽绒服在身上。我出来后，我发现它比我想象中还要冷一点点，所以我先把羽绒服穿上。漠河地质公园远古时代的花岗岩的岩石出露为主啊。在漠河呢，很多能看到这台的汽车啊，盖上了这个毯子啊。你比如说像这种，都有的。这是一个免费的展馆，进来就有一个日历上写着，就是灰烬版的日历啊，上面写着1987年5月6号星期三。然后这些是灭火的战士吧。我们来看一下介绍吧哈。公元1987年5月6日，漠河塔河两县突发特大森林大火，于5月7日迅速成灾，在5个多小时的时间里，大火相继吞噬了西林集、图强、阿穆尔3个林业局和育英、盘中、马林等9个林场，致使5万余人无家可归，211人葬身火海，266人被烧伤，直接经济损失达5亿余元，酿成了震惊世界的惨剧。漠河被火灾吞并以后，就是来自全国各地3万多名援建大军，经过2年的艰苦奋战，于1988年10月圆满完成了恢复生产、重建家园的重大任务。当时不仅是中国的大兴安岭发生火灾，它同纬度的俄罗斯阿穆尔州啊，以及蒙古国啊，然后呢，包括加拿大的魁北克省森林大火都发生了火灾。咱们可以看到，今天的漠河跟当年的漠河可以说是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咱们可以看到，这边是漠河县，这边是塔河县。你看当时这个起火的面积得多大？
哦，看一下当时的这些林场起火的一个情况，可以说是生灵涂炭啊。我们黑龙江省占84万，那么我们一共32万，剩下24万是谁的呢？内蒙古管辖的。昨天我在中国最北的乡村跟一名俄罗斯族的大叔聊天啊，他经历了那一场大火，他就说当时那个森林里面特别多的那种珍贵的野生动物啊，然后因为这一场大火全部都给烧死了，比如说什么黑熊呀、狍子呀这种驯鹿呀特别多，哇！你看，熊熊大火淹没了城市，淹没了森林，淹没了庄稼，淹没了田野啊！周边的各个镇用了这个1个小时就烧完了。禁烟的这边对，我们现在春秋两季禁烟啊，边缘的老百姓逃到了部队。那么部队还好，因为它空旷一点。但你看，我们看到这个呢，叫大宁河，我们现在改成叫母亲河。因为什么？它救了老百姓无数生命。你包括我就在这条河逃生的，所以说我对它是有情怀的。当时我母亲领我到大河以后，火过了以后，我们都到河里站着，看到了吧？当时5月份的时候，冰雪没有融化，很冷，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。这个终究是再冷呢，你能抵御到严寒，但是你抵御不了这个烈火，所以说我们都到这个河里面去站着。我是用这种方式逃生。当年我13岁，用那个惨痛的教训，说点点星星火可毁万顷林，它毁掉的不是万顷林，包括我们的珍贵的生命啊。这一起呢，咱们大家看一下，因为当时我们这里是有一个规定的，我们的这个青壮年一定要去扑火。但是我们老弱病残、妇女儿童不用，所以说当时这个男人啊，家庭的这个顶梁柱出去打火了以后，女人就蒙圈了，在那个年代，所以说都不知道这个怎么去逃生。这里的牌子的话写着，就是一个一个家庭因为这一场大火就是化为灰烬的故事吧。非常死的非常惨，就是被烧完。人间炼狱啊！新婚的夫妇小两口蜜月还没有度完，无情的大火残忍地终结他们的幸福。发生火灾后，在慌乱之中，10个人钻进了这个地窖。由于地窖太小了，9个女人对唯一的男人说：“窖这么小，你一个男人跟我们挤什么？”于是男人钻了出去啊，一出窖门就被浓烟呛倒在地。求生欲望使他终于爬了出来。当我们在公路边把他救起来时，他已经被严重烧伤。当我们想去救那9个女人时，那栋房子已经被大火烧得坍塌。这些惨烈的照片吧，不忍直视的照片，劫后余生的人们回到被烧毁的家园。这一场火灾的火场面积达到了1.7万平方公里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就相当于今天的苏格兰的一个整个面积。咱们漠河这边的房价是多少呢？一般的均价的话，3000多块钱一平。啊，这都涨点了，以前更便宜。啊，2万多人。就2万多人。对，主要是现在是因为不给开采那些林木了，对，是吧？没有林木了，没有矿业了，就完了。金矿也不给采了啊。对，就剩个煤矿了。车来到了，可以说是漠河的一个城市的外沿的一个地方吧。我刚才从漠河的卫星地图上看啊，在漠河城区以外几公里的地方，可以说是河流纵横的。像我眼前这条河是贯穿漠河的一个叫老巢河，它是额木尔河的这个支流。那么额木尔河呢，就是中俄界江、黑龙江的一个上游的支流啊。我们用航拍看一下吧，还是挺漂亮的。这个河面已经全部结冰了。我就感觉啊，就是自从有了抖音这样的一些直播打赏平台啊，可以说催生了很多以前不会有的一些这种行为艺术吧。因为在这种直播平台上啊，这种挑战冰雪极寒天气这种生存挑战是不少人喜欢看的。所以冰天雪地的东北呢，可以说是一些直播博主的一个流量宝地啊。他们会在零下30多度、零下40多度的一个
雪地里面搭帐篷露营啊，叫极寒挑战。在我将要去的一个叫中国冷极啊，也就是中国最冷的地方呢，这种在冰寒里面生存挑战的这种视频博主会更多啊。然后在漠河呢也能看到有一些啊。现在这里本来是有一个走到河边的一个阶梯的，现在都被这个冰水掩盖了。这都结冰了哈。对，咱们这条河是几月份结冰的？每年10月份就结冰了哈。能感觉到这个冰层有多厚吗？大概有多厚？25。它这个冰层呢，它上面覆盖了一层大概3-4厘米厚的一个雪嘛，就用铲子铲开以后，它就变得比较光滑了。像我身后这个很滑的体育场吧，或者叫滑雪场啊，就是有这些大爷就是一铲一铲铲出来的。如果把雪去掉以后，它就变得很光滑了，这个冰面。然后呢，小孩子比如说付个10块、20块的，就可以在这里玩耍这样子。这2名老人啊，一名在铲雪，一名把这个雪呢拿到别的地方去啊。他们就像那个在庄稼地上耕种的农民啊，就是通过耕种，然后可能期盼得到一些回报。玩一会儿几十块钱。几十块钱哈？那一天能有好几百块钱吧？对，好几百。嗯。刚才咱们航拍到的一些森林啊、山丘啊，这是漠河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。这是漠河的12点半的一个太阳的位置啊，是不是很低？你看现在马路的话，可以说是每天都有那个铲雪车在作业。现在就走到了刚才航拍看到那一排一排的那个平房啊，所以漠河呢，它的高楼是有，但是它的城区周围更多的是这种平房啊。你看这种都废弃掉了，这属于是危房吧。啊，它里面是什么？咱们可以看到呢，地下是埋了一些这个通热水的一个管子的。但是呢，住平房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烧煤烧柴，然后给自己房屋供暖，这个特别费劲的。不仅烧钱比你住楼房交那个供暖费更高，就每年因为漠河的冬季太长了嘛，6-7个月，你这个6-7个月，你光是每天这个掏煤粪，然后呢给锅炉灌煤等等的，很费劲的。他们有能力的话会在城里面买楼房，每年交个几千块钱的一个取暖费，感觉杂草丛生呀。你看这冰挂哦，如果你还是挺锐利的，哇，到这个雪就很深了。我看到一户平房的人家，他在他家后院呢，
就把那个雪给挪开了，然后自己造了一个滑雪场，这垒得齐齐整整的柴火。我这鞋子全是雪，太冰了，赶紧。你看这柴这雪，这样极寒地方有极寒地方的好处啊。这里是一些汽车的叫极寒测试基地，漠河林业局。冷不方便，有时候冬天吃的东西它也不方便，都是别的地方运过来。对呀、搁那个车蒙上棉被运进来的。啊，冬天冷了，它没有蔬菜了。哦，要都是自己储存那点什么土豆、白菜、酸菜，就只能吃从外面运来的蔬菜哈。对，都从。漠河呢，城区里面可以看的东西并不多。如果说游客来到这边，基本上就看3个，一个是漠河舞厅，一个是我们去的56这个火灾纪念馆，还有一个就是我身后的北极星广场。这个城市的这种颇具欧式风情的建筑群啊，一览无遗。非常好，谢谢。就在刚刚，我完成了我人生中里程碑一样的壮举啊，爬上了我人生第1座雪山。一夜之间啊，这个小拖车就积满了雪，这就是中西结合啊，中式的亭子，然后欧式的一个建筑。吃冰糖葫芦的雪人，当成是这个仓库一样的，你看里面堆满了杂物啊，你看写着出租出卖啊。看北极星广场就属于是漠河市的这个活动中心了，它边上的这些房子都租不出去，卖不出去啊，这真的是一叶知秋啊！哦，果然是仓库啊，放啤酒的一些仓库。楼顶坠雪最安全。小鸡炖蘑菇，这份的话68块钱吧。小鸡炖蘑菇是东北特色美食，里面还有一些粉条。太饿了，已经没有力气点评了哈。它这个粉条已经跟这个浓稠的这个鸡汁吧融合在一起了，挺糯的，然后味道挺浓郁的。这个粉条不错，挺入味的。这个鸡腿是给你的，这些蘑菇啊，东北比较常见的这个山货。吃完这顿饭就离开漠河了，前往中国最冷的冷极村，那里的话创下了中国历史最冷记录啊，零下58摄氏度。以上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，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拍的还不错，请记得帮我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哦，这会支持我分享更多精彩的影片。感谢收看，我是阿树，我们下期见。